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元。尽管朋友们可能都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彭帅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呢，它在这个周末它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它使得彭帅事件以及国际社会抵制冬奥会的走向，它基本就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呢，彭帅事件它会否就此就降温，这个逐渐的淡出大众的视野，包括这个抵制冬奥会是否就会继续的发酵，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呢，它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我们先来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彭帅事件的进展。那么在上个周五就是 CGTN 编辑叫做沈诗伟的，他有放出这个彭帅的居家照之后呢，那位总化检是胡锡进是吧？大家都很熟悉了，他就立即的接棒，在周六呢是有连续的抛出了彭帅的4个视频，让外界呢是第一次看到了彭帅在人间蒸发了10多天以后再次出现在海外大众的面前。那么这4个视频呢，它是分为2组。前2个视频呢，它显示彭帅在北京的宜宾招待所和几位男女呢有共进晚餐。后2个视频呢，它有显示彭帅有出席了北京的钻石杯少年网球挑战赛的总决赛的开赛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呢，他被大会主持人当众的介绍了他，然后呢又和一堆小球员进行了这个什么签名拍照之类的互动。那么紧接着呢，是在昨天，也就是周日的早上 ，IOC 也就是国际奥委会了，他们的官方网站就有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奥委会的主席托马斯·巴赫，还有奥委会的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叫做艾玛特霍的，他们2个人与彭帅以及李玲蔚这2个人是进行了2+2的一个视频通话。这个李玲蔚是谁呢？他是前羽毛球世界冠军。他参与本次通话呢，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国际奥委会的中国籍委员，同时呢，他也是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也就是说呢，彭帅出事儿呢，他是要负领导责任的。这一次通话呢，进行了大约半小时左右。那么国际奥委会的官网的消息呢，他就只是简单的说，彭帅呢在通话中有感谢国际奥委会对他健康的关心。然后呢，就说自己呢现在是平安无事的住在北京的家中，而此时呢，他特别的希望自己的隐私得到尊重。他现在呢更喜欢与朋友家人在一起共度时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通话的最后呢，巴赫呢他就有邀请彭帅在明年1月，就是当他抵达北京之后呢，双方要共进晚餐。这个彭帅呢，据说就是欣然接受了，同时呢，他们2人也同意，就是这个艾玛特霍与李玲蔚他们2个人呢，也将都要参加这一次的晚餐。那么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为了证明彭帅没有事儿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那么这些看上去他似乎是一气呵成的行动，它是否存在问题呢？当然是有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巴赫他与彭帅的通话报道中呢，并没有提到有任何有关这次性侵与调查张高丽的相关信息，也只字没有提到彭帅发出的那条微博是怎么回事。他看上去呢，是彭帅自己用一句希望尊重隐私为理由，就挡住了所有相关的追问了。这个与 CGTN 的那份邮件中就说彭帅他否认有性侵存在的这种说法是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全世界都知道是吧？正是彭帅本人他率先在微博上曝光了自己与张高丽的这个隐私，他才引发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多米诺的骨牌效应，对吧？如果说国际奥委会他们相信彭帅的这个说法，认为彭帅他不希望他人来管自己的闲事，那么也就等于说彭帅他有精神分裂之嫌，因为呢他是没事干了呢，他在拿着自己和张高丽的一生的名誉在逗着大家玩呢。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问题，对吧？我不相信国际奥委会他们会看不懂这一点，他们呢更像是需要一个理由来支持中共继续的举办这届冬奥会，
而中共呢，立马就是心照不宣地给出了一个所谓的证据了。如此一来呢，国际奥委会不就等于是在替中共的大外宣背书了吗？其次呢，根据这个胡锡进的说法，这2段视频呢，他是环球时报的摄影记者叫做崔蒙的，说他在现场拍摄的。但是呢，非常奇怪的是啊，环球时报也就是环球网啊，他们的官方网站的体育栏目中却见不到这条新闻的报道。不但环球网没有，就连国内的4大门户网站中，他们的这些体育栏目中啊，包括新浪、搜狐还有腾讯，都是只字不见彭帅出席这个比赛的消息。包括那个香港党媒凤凰网啊，他们甚至都删除了这一次钻石杯的相关的报道。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网易，网易体育呢，在有关这一次钻石杯的报道的内文中是有大胆的提到了彭帅出席，并且还放了彭帅的2张照片，但是呢，他也没有敢在标题上去呈现出彭帅2个字，也没有放上相关的视频。这个就很清楚地说明呢，彭帅当前他依然是被严格封杀的对象。环球网的这位记者，他去拍摄这个彭帅的现场视频，并且由胡锡进在推特来首发，他显然啊是专门为了出示彭帅活着的证据而奉命进行的一次量身定做的摆拍而已，他绝对不是一次正常的新闻报道。彭帅啊，他并不拥有一个可以自己随意说话、赴宴或者说出席公开活动的真正的自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几点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中共他为什么要安排彭帅与 IOC 来进行通话，而不是与最先提出通话要求的那个 WTA 的主席西蒙呢？它就说明啊，中共这一波所谓的辟谣的操作呢，它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它就是为了要确保国际奥委会，也就是 IOC 不会叫停北京冬奥会。在这儿呢，它其实有一个背景大家需要了解，就是在上个周六的时候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委员呢，叫做迪克庞德的，他呢就有一度向路透社表示说，如果中共不尽快的以明智的方式来解决彭帅的危机，那么国际奥委会啊，可能就会被迫的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这个是否会叫停冬奥会呢，也都很难说。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确保冬奥会的举行，实现中共可以借此来展示一个大国崛起的政绩工程，这个才是中共最为关心的。至于说是否要对以西蒙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界，以及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国际政界去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之内。第二个结论呢，就是我们看到彭帅的所有露面呢，它都有这么一个特点，要么彭帅就是不能够说话的，要么他就只能在有上级领导在身旁的时候才可以说话，他始终都没有不受任何干扰，独自与外界进行沟通的这样的环境。这个呢，它就显示出彭帅目前他其实依旧处于严格的被管控之下，他的露面呢是地地道道的被露面。那么从彭帅被露面的情况来看呢，他目前暂时是拥有人身安全的，但是呢，并不能证明他拥有自由。恰恰相反，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些精心摆拍的视频呢，它反倒是证明了彭帅他事实上的不自由。所以呢，彭帅他现在的安全不等于说他以后也安全。我们要说白了，就是中共在冬奥会之前呢，可能不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这并不等于以后不会对他来秋后算账。第三个结论呢，就是彭帅的不安全是源自于他对中共高层丑闻的揭露，对吧？这个打击啊，他不仅仅说是针对张高丽一个人的，他其实也让中共那个伪光正的整体的形象是遭受了重创的，让骄狂不可一世的这个中共呢，他被迫的服从了国际社会的要求，就是说让看照片他就得给照片，让拍视频他就得去拍个视频，让通话他就不得不安排一次通话。
对中共来说可谓是丢尽了脸面的。我们就是了解中国人可能都知道啊，按照中共过去他一贯的那种思维方式，如果说像彭帅这样大胆的行为不进行打击，这个先例一开，那么未来啊恐怕就会有无数个彭帅会站出来效仿他。因为有着彭帅类似遭遇的例子，在中共的体制内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所以呢，无论当局在未来会否去真的处置张高丽，彭帅都不太可能说会平安无事。我们都知道，中共它可以有无数的看不见的手段来慢慢的整治它。第4个结论呢，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所有彭帅露面的视频和照片，我们看到它都是来自于党媒系统的私人账号。无论是 CGTN 的那个沈诗伟，还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包括那个也来凑热闹打酱油发照片的中网的赞助商叫做丁力的等等，我们看到啊，他们全都是以私人账号在发布彭帅的相关信息。甚至就连彭帅与 IOC 的主席这一次的视频通话，他都是遮遮掩掩的，透着非常浓厚的一种私人会晤的色彩。他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它就显示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共呢在意图以一种私了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次彭帅的危机。这个当然就非常的有中共特色了，对吧？这与诸多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常正式地提出要求中共以官方形式来回应解决彭帅事件，它显然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它会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呢？想要来私了呢？其实说穿了，原因很简单，中共呢自始至终他都不想以官方的形式来承认彭帅有过这档子事情，因为中共的想法呢很明确，他就是要让彭帅与张高丽的这件丑闻彻底的人间蒸发，就像他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呢，中共官方啊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去公开的承认彭帅事件的存在，他始终呢都留着让这件事和相关的人彻底消失的那个余地。我们看到啊，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多次以这个不是外交问题必答关于彭帅的提问。即便是在今天啊，就是最新的消息了，赵立坚他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有提到了这么一句，说彭帅近期曾参与公开的活动，但是呢，他仍然是继续的强调，声称说彭帅的事情并非是一个外交议题。而且我们看到在外交部的网站的文字记录中，他最后还是删除掉了这一段的问答，原因呢就在这里。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他们愿意接受中共这种私了的方式吗？恐怕未必。就在今天呢，这个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了，它的主席西蒙，大家也都很熟悉了。他是再次的在这个网协的官网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呀，他很高兴看到中国官媒发放了有关彭帅在北京一家餐馆的视频。虽然这是好事，但是呢，对彭帅是否在没有受到压力逼迫和外部干预下自由并且自主做决定和行动，这一点仍然存在着疑虑，单单只有这个视频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西蒙就说，他仍然关注彭帅的健康状况和安全，以及性侵指控是否被审查和掩盖。他说啊，我清楚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处在十字路口。那么西蒙的这个态度呢，他其实不仅仅说只是代表他个人，或者说是 WTA。事实上呢，国际舆论普遍的对 IOC 与彭帅的这次对话是并不买账的。IOC 呢，他替中共背书的行为不但没有起到多少辟谣的作用，他反而是引火烧身，就是招来了一通这种挞伐的这个声音。他被谴责为是在替中共洗地，沦为中共大外宣的帮凶。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国际奥委会，就是 IOC 它的官方推特账号上面有数以百计的留言，这些留言之中啊，许多人
都指责 IOC 的方式是无耻的，是令人厌恶的。还有人表示说 IOC 因为知道彭帅事件导致国际社会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因此呢 IOC 就急于的想要配合北京来灭火。此外呢，还有很多人要求 IOC 的官员辞职等等。还有一家旨在推动运动员权益的，名字叫做全球运动员的这个国际组织，有发表一份声明，就斥责 IOC， 说他们周日的这个视频声明使得 IOC 成为了中共当局恶意宣传及藐视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该组织呢还谴责 IOC 完全无视针对女性运动员的性暴力以及性侵的指控。在这个声明中，对彭帅的失踪采取了若无其事的态度，拒绝提及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等等。还有像英国的《卫报》在今天他们也有发文讽刺，说这个 IOC 呢利用彭帅安危的事件，参与了中共的一场公关特技表演。而美联社呢则是毫不客气地指出，说中共当局和国际奥委会都希望彭帅指控张高丽性侵所引发的这个国际舆论呢平息下来，但是呢这很可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那么这个 IOC 它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配合中共呢？其实除了大家都显而易见的那个经济的利益呢，这里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微妙的因素。就是张高丽他在任期期间在他的任期内他有担任了一个职务，他是北京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因此呢，这个张高丽他和巴赫在过去是有过多次的会面，双方可以说算是老熟人了。在张高丽卸任以后呢，是由他的继任者韩正来接替了这个组长的职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张高丽他显然在冬奥会这个领域他仍然是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的。所以我们从以上的种种迹象看来呢，就是中共呢，它基本上是通过摆拍彭帅呢，达到了稳住这个冬奥会可以正常举办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呢，国际社会对它进行抵制的呼声恐怕不会就此平息下去。中共当局呢，它仍然会要面对一个日益困难的局面。彭帅事件它从发生到发酵到现在，它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维护女性运动员正当权益的范畴，它是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共体制进行一次集体的反思，对中共一贯倚仗着经济力量强迫国际社会闭嘴的方式去说不的这么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说到底呢，就说彭帅事件它正在引发的国际社会与中共在经济利益与人权道义之间的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对决，可以这么说。当然最终究竟是中共用钱来摆平所有的这些质疑，还是说国际社会能够成功的抵制冬奥会，那么它将迅速的成为摆在众多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面前的一道测试题了。好的，剩下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要的再说一说今天比较受关注的另外一条新闻，就是中美再次进行乒乓外交的消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呢，在今天有正式的宣布，说美国和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呢，将在11月23号于休斯顿开打的世界锦标赛上呢，联手来庆祝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个乒乓外交50周年。那么如何来进行庆祝呢？它的具体方式呢，就是由中国的林高远和美国的张安，以及美国的卡纳克和中国的王曼玉这4个选手，他们分别组成2队混合的双打，来参加这次世乒赛的角逐。那么这个举动呢，据说是由王岐山定调，然后是由中共的那个乒协主席刘国梁来操刀运作的。实际上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的纪念日呢，它应该是在今年的4月份。在当时因为中美刚刚在阿拉斯加那次会谈嘛，有发生了一个激烈的交火，在那以后呢，所以美方呢是压根儿就对这一次这个纪念日是毫无兴趣。
那么中共当时啊，就只好由王岐山出面去邀请了老态龙钟的基辛格来出席了这次纪念活动，给自己算是找一个台阶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共啊，他借着习拜这一次视频峰会之机，又开始来炒作这个所谓的乒乓外交 2.0 的版本。大陆的官媒啊，对此是普遍进行了重点的报道，连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啊，也在前2天有公开的出面喊话，说中美2个大侠一起行侠仗义不很好吗？何必要两败俱伤呢？我们都知道啊，50年前的那个乒乓外交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美都面临着苏联这样一个共同的威胁。所以呢，当时中美的破冰交往，它是彼此共同的向心力促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前提它已经完全变了，它变成了中美啊都认定对方才是自己最大的威胁。所以呢，现在中美的这个所谓的乒乓外交，它其实是双方离心力的产物，是双方啊防止彼此的这种离心力不要太大了，以至于彻底的断裂，而勉强的维持关系的一种措施而已。这是二者啊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所谓乒乓外交，它的实质呢，只不过是中美之间维持斗而不破这个局面的一个象征性的措施而已。这个与50年前啊，它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啊，中共主动的提出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中美的关系，它的本质呢，其实是释放一种麻醉剂。当然，这个不是我在这里戴着一种有色眼镜在看中共啊，实际上啊，是秦刚他自己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希望美国承认中共拥有与美国完全对等的一个江湖地位，要大家一起来统领江湖的。也就是说，秦刚刚才提到这句话的潜台词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和大家分析过的，中共呢，他现在在追求的战略目标就是要迫使美国让渡一部分领导权，实现中美共治全球。我们看到啊，中共现在整个的文宣系统，无论它是对国内还是对海外，它都在开始反复的强调突出这个中美对等的主题。所以呢，中共它现在高唱的这个中美友好等等这些论调呢，它并不是中共真的愿意和美国来和平共处，这个只不过是它对美作战的这种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权宜之计罢了。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啊，当局它是已经计划好要在大概2035年左右就要彻底的超越美国，取而代之，成为独霸江湖的50的新盟主的。当然，也就是说呢，无论中共它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方向和这个趋势，他们都只会去加速，不会改变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